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5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大陆生长的罪恶开始在香港上演。讲这个题目呢，其实还是一个令人伤感的话题啊。现在网络上有很多自媒体在喊啊，东方之珠开始陨落，然后东方之珠开始失去它的光彩啊。我这么看，就是喊口号，口号要喊，但是不能停留在喊口号的层面。我们要作为一个媒体人，我们要向全世界展示啊，中共在香港做了些什么，目的何在啊？那么我们今天就开始做这个工作，就是告诉大家，告诉全世界啊，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具体的事情，我们有系统的去讲啊，讲它是怎么干的啊。我今天做这个工作呢，就是抛砖引玉啊，希望其他的自媒体的朋友也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就是不能光喊口号啊。我先讲新闻啊。那么香港公共图书馆网站显示，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的《我不是戏路18前后》以及《我不是英雄》这是2本书啊，还包括公民党的立法委员陈淑庄律师的边走边吃边抗争啊，这些本书，还有香港本土派，就是这个岭南大学的中文系的前助理教授陈云，至少有6本书，包括香港城邦论和香港保卫战。陈云被视为这个港独派人士的国师啊，他有很多的理论啊。那么这书已经在香港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网络上面已经下架了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康文署就解释说，这个公共图书馆现在正在检查内容是不是这些书的内容是不是这个违反了这个国安法，那暂时不让市民借阅啊。那么当然，我相信他永远都不会让市民借阅，除非这个政府发生了状况啊，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然后马上就是1年1度的这个香港的国际书展，那么有书展已经开始担心啊，那当局又要开始要这些出版商啊开始复检这些书籍啊，那么这个情况一定会发生啊，这是第2件事。第3件事情就是开始有书店开始在书籍的简介里面把这个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这些口号呢贴起来啊，已经开始发生这种事情了。出版这块已经开始出现这个情况啊。那么国际记者联盟叫 IFJ 啊，表示啊，严重关切在香港发生的这个记者，特别是记录民主抗争活动记者的安全。那么这新闻2 IFJ 在一份声明中是这么说的：过去1年中，记录在案的记者被捕的频率非常高，这显然是在威吓媒体保持沉默或者是屈服的一种策略。在现行的国安法下， IFJ 对香港新闻工作者的安全极为关注啊，这是第一个。第2个，香港记者协会啊，香港记协，我曾经是香港记协的执委啊，收集的数据，从2019年6月以来，香港至少有29名记者被捕，大多数被捕记者工作的新闻机构都是以独立报道新闻而闻名啊，这是一个。香港记者表示，记者在获取信息时缺乏立法保障，以及工作中的恐吓或者受到恐吓或者暴力的威胁，在香港进行自由写作非常困难啊。
那么在香港记协的一项调查当中，有91%的记者表示，港版国安法通过后，他们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那么在港版国安法通过生效的第二天，就是7月1号，港人发起了这个大示威和集会。警察以发射水炮扫射胡椒，叫什么催泪胡椒的这个方式驱散港人，同时进行大抓捕。在场采访的记者也遭到港警近距离水炮袭击胡椒弹的袭击，至少有2名记者被水炮击中后飞出去2米以上非常残酷要送医院治疗。有1名记者耳朵被水炮直射，鼻孔喷血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件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新2日上午接受采访的时候，质疑港警有意针对记者，把记者驱离现场。他说，其中有1名记者穿着反光背心，他已经在人行道上他站在人行道上被港警用水炮攻击就香港警察已经开始攻击记者这新闻2。新闻3，日本共同社报道，因应实施这个港版国安法，北京计划派遣武警部队以观察员的身份常驻香港，人数大约是200到300人，这已经是胡作非为了就是一国两制已经遮羞布都不需要了。公安部说，全力支持配合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各项工作，全力指导支持香港警队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全力防范、制止和惩治极少数人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部部长赵克志主持党委扩大会议会议指出，要全力保障港版国安法平稳落地、有效实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长治久安这是公安部公安部。我们大概的讲一下在香港会发生什么那么首先我们已经看到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政治层面。政治层面是什么？政治层面就是通过一个港版国安法，中共直接插手到香港的管制他们认为特区政府管不好，他亲自来管，现在就亲自来管了，亲自部署，亲自安排，这就是所谓的亲自部署、亲自安排，讲的就是这个。港版国安法通过，然后成立一个香港国安委员会，成立一个国安公署，然后派武警过来大概是这个架构。政治层面这件事情已经做完了然后就后面是什么？后面就是具体实施部署具体实施部署大概还是老路子。什么叫老路子？就是中共管制大陆的一个模式中共管制的或者统治的工具有2个，第一个叫笔杆子，第二个叫枪杆子概括来说就是2条。第一条就是对人民实行暴力管制，不听话就打服打不服就关起来，抓起来，关起来，坐牢关不服就杀掉就是这样这就是暴力第一个层面就是暴力，以暴力为保障，就是所有的人不听话，总之有个警察站到后头，不行就武警不行就战斗部队就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动作第一个就是对人民实行暴力管制，这第一条。第二条，对人民实行洗脑控制前面是管制，后面是控制，实施全面的洗脑工程洗脑工程我讲过，以前专题讲过，洗脑工程有3个组成部分。第一个，净化舆论环境
清除异己媒体，就是在这个市场当中在这个环境当中，我要洗脑的环境当中，不得有异己的媒体媒体是什么？自媒体什么都不得有，就进行清除净化就是净化，这第一个。第二个，实行统一的宣传政策，就是一声令下，所有的媒体都说同样的话就是叫统一的宣传政策就是在中国大陆就是有一个组织叫中宣部，中宣部就负责这件事情，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灌输一致的公共意识。灌输什么一致的公共意识？其实灌输起来总结起来非常简单，就是2句话：我们好，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他们坏。就是公共意识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是好的，这个国境线以外他们是坏的总之就是这样，我们是好的，他们是坏的。总之你看所有的官方媒体你最终会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就是我们是好的，他们是坏的。有的时候呢只说他们是坏的，或者有的时候只说我们是好的，但总过而来就是我们是好的，他们是坏的，就是公共意识。而且这是唯一的公共意识，不会有其他的这是洗脑工程。中国大陆中共在中国大陆实行的就是这样的管制管理那么中共觉得他非常的成功然后他决定要把这件事情先输出到香港，然后他要输出到全世界，全世界他会干同样的事情。他已经在意大利帮助意大利警察在那巡街了，他已经告诉意大利人，我们管城市管得比你们好现在意大利人真信他，意大利人大概脑子进水了这是纳粹的这个叫什么？这个纳粹的发源地有一些东西是共性的然后就是他们就开始在香港要推行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简单的说就分2个层面这个系统工程就是要把香港管起来。那么怎么管？2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意识形态，一个层面就是肉体。在共产党眼里，这些人民就是一群肉体一群肉体。那么我们先说意识形态层面。意识形态层面主要是一个核心，就是洗脑。洗脑我们讲过洗脑刚才讲了3个层次3个方面。那么第一，我们从一个方面讲。第一，媒体媒体当然首先要清除异己净化环境，那就要干掉所有异己的媒体人、自媒体，要干掉所有异己。所谓的异己就类似像苹果日报这样的，像黎智英这样的出版商，那要干掉，肯定要干掉的。第一，不让他们说话；第二，不让他们的作品和产品或者商品存世；第三，赶走他们。如果赶不走，就消灭他们。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清除异己。第二件事情，建立自己控制的媒体体系，像什么大公文汇这都已经臭大街了，然后再开始做一些大家不大知道的这个媒体就慢慢的就出笼了一些出笼了。那么从传统媒体到网络媒体到自媒体就是五毛大外宣就开始充斥在整个市场要占领阵地。这就是中共经常讲我们要占领阵地，讲的是什么？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派自己人去把这个市场全部充满叫占领阵地。那么第三，通过这个收买、威胁、法律、暴力等手段，把上述我刚才讲的这2个目标实现。这是第3个就不管什么手段，干净的脏的全部都使用上。第4，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
类似中宣部啊，来调度、运营、管理、监控全社会的舆论状况。现在在中国大陆发生的是什么？一下子1秒钟，这个什么什么抖音啊，什么微博上面的热搜一下就没有了，排名一下子变了，那都是一声令下，指挥到位啊，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就要建立一个这样的体系啊。那么这个体系建立之后，那就开始对全社会进行洗脑啊，进行洗脑，这是第一件事啊。第二件事就是从媒体开始向哪里？向其他文化事业延伸啊，什么出版啊、电影啊、展览啊、广告啊，这些所有的文化事业延伸，审查、检查、过滤内容，就要覆盖，把这个检查制度要覆盖整个的文化事业啊，不留死角。所有不符合宣传口径的言论、观点、产品全部要清除掉啊！就我们叫这个叫什么？这个监控无死角啊，基本上是这样啊，在中国大陆已经发生了。我现在讲的这些都是已经在中国大陆已经发生的事情，同样的，它会在香港上演啊，在香港上演，这是第二步啊。这第一步啊，就是文化事业啊，先把这个异己清除掉，然后开始干什么？第二步开始生产垃圾啊！你在中国的书店、中国的这个报摊看到的那些垃圾，开始充斥市场，生产各种各样的垃圾，奖励那些生产垃圾的人，各种奖励啊，用钱啊、各种地位啊、名誉啊奖励这些生产垃圾的人。然后大家争先恐后的去生产各种垃圾，你可以在国内看到各种这种表现，就是啊，这个精彩纷呈。就为什么它背后就是有一套奖励机制，让这些人就开始生产各种垃圾，充斥市场，对人民进行洗脑啊，就是里面包含的意识，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意识，我们好，他们坏，永远都是这个意识。公共意识就是我们好，他们坏啊，这是第二，文化事业。第三，大家最害怕的事情就来了，教育啊，在教育这边，其实中共很早已经开始在香港想动教育啊，但是香港人呢意识很强，在教育这个领域，香港人意识非常的强，所以黄之锋他们的众志这个社团就是开始抵制教育啊，国民教育开始抵制。就是不让他们碰，所以才会有一系列的抵抗运动。其实抵抗运动最早的起点是从哪里来？就是从教育，就是从公民教育开始抵抗。香港人开始有这个意识啊。那么教育这块呢，现在基本上就没有人可以抵抗的了。那么第一件事干什么？当然是修改教材、修改教程。然后更改学制，然后当然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和大陆接轨。最终香港的教育要和大陆接轨，这是，然后开始把那些不符合宣传口径、不符合这个公共意识控制的这个内容全部从教材中清除掉，然后把那些垃圾又开始装到这个教材里面去，然后就对教育队伍进行清洗，大清洗，清洗掉那些不听话的，清洗掉的不服的、不顺的，全部清洗掉，然后剩下的就是乖乖的把现在教材里面的这些垃圾装到香港的小朋友脑子里面去。这是教育事业就开始要动手啊，一定会在这一块开始动手的。啊，大概我说意识形态层面，第一最前沿就是媒体，然后后面是什么？最厚重的地方是文化事业，最敏感、最狠毒的部分就是教育事业。这三个事业一干，香港就基本上江山变色，基本上就是这样，就是生产一大堆的这个五毛出来。啊，就是自干五出来，这就是下一步
下一步已经开始了，这件事情已经开始了。中共会在香港做的第一部分的事情啊，一部分的事情啊，这是第一个啊，就是我说意识形态层面他要干的事情。第二个，肉体层面就是管住这个人啊，怎么管？很有经验啊，中共很有经验管人啊。为什么？中共其实做啥都不成，但是有一样他比任何人都强，就是管人。中共建政到现在，你可以看一下啊，中共建政到现在，其实他做啥都不成，他就是折腾，折腾什么？折腾人。怎么折腾？怎么翻来覆去的折腾？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各种折腾。我刚才前面讲的意识形态就洗脑啊，不断的洗脑，然后呢，肉体就开始不断的折腾，上山下乡，武器干校，反右，搞各种各样的运动，就折腾啊，折腾。他们就对这种收拾人的这种手段想的那个周到啊，就是我说干好干正事千疮百孔，干坏事滴水不漏，讲的就是这个啊。那么肉体层面，第一件事情干什么？建立强大的暴力打击系统啊，体系，他讲体系啊，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大规模的反抗啊。那三个层次，第一个香港警察，第二个中国大陆的武警，第三个驻港部队啊。香港警察负责日常执勤啊，这是第一个啊，日常的社会管理啊，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他们说200-300人武警，我才不信呢。他主要如果要派人来，肯定不是200-300人，这个话都说出去，那不多派点人，做一些什么，派一些武警参到这个警察里面去，监督他们，指导他们。香港警察没有受过大陆的武警那种训练，武警那是格斗训练，香港警察是维持治安，他哪受过这个？那打起人哪那么坏？你想想看，那个跪脖子这个事儿，以前香港警察哪干过这种事情？你看这么一开始来说，美国跪个脖子就跪死人了，你看香港跪了多少个人？用膝盖压脖子的这个动作，从去年开始就发生。那都是像中国武警教的啊，所以这一块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暴力打击体系，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建立日常的这个监控体系，三个层面。第一，监控，然后中国建立一个全世界最先进的这个摄像头监控体系啊，厉害啊，非常厉害。你看吧，香港马上就要开始建。这叫天眼啊，这是第一个监控。首先是监控网络，你在哪都能找到你不管在哪，人脸识别什么也好，现在不仅仅人脸识别，它步态识别，就是不看的你脸，看你走路样子就能把你识别出来，就是在做起坏事来，那不就是非常快？那这种东西学得非常快，这里面有很多美国公司在里面助纣为虐。啊，是真的要好好查一下啊！就是人生，这是第一个天眼监控系统，把人找出来，他就要把人找出来。这个系统监控系统任务就是把人找出来啊！前面不是有个暴力打击体系吗？后面就是要把人找出来。第二个人身控制啊，这个人身控制你都不知道的事情，就是通过大数据，通过人工智能。通过这个非法的收集个人信息的这个工具，然后通过各种穿透式的监控模式，找到那些有思想异端的人，把他抓起来。啊，这是第二件，就是人身控制。啊，人身控制这个现在中国已经非常的发达，全世界最发达的就是中国。啊，这件事情。第三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啊，中国现在已经全中国在做这件事情，已经做完了好多年了。什么叫网格化？把社区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然后每个社区里面分网格员，大家听过没有？都没听过。
每个网格里面设网格员，网格员就有点像以前保长，以前封建社会的保长类似这样的，但是他比保长没有地位，他就是一个可能就拿这个3、4千块钱的一个小员工在那儿啊，就是有点像密探这种角色，叫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把地面管起来，那头是管人，那头是把人找出来，就这一头是人身控制，这一头是把地面管起来，然后再怎么样？第4，什么出入境啊、海关啊、医院啊，这些所有的数据统一抓起来，用大数据，用人工智能啊，继续对人群进行监控，全方位的监控，这是在中国已经发生的事情，然后现在在香港正在发生啊，这是第2个，建立日常的这种监管体系啊，这是把香港人全方位的管起来，就目的就是控制个人，然后能够把他人找出来，把每一个人能够找出来，面对他。大家想一下，人类社会自从有了国家之后，其实国家政府面对是什么？面对人民，就是政府作为一个有无限资源的一个机构，它面对的永远是人群，叫人民啊。当中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用这个侵犯个人隐私的方式的手段，把人从人群中找出来的时候，其实我说政府和个人的关系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个人没办法抵抗政府这么大的一个庞然大物，所以这就是中共干的一件，就是整个人类社会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就是把人从人群中找出来，这是一件非常龌龊的事情。因为个人其实是通过在人群当中获得安全感，如果当他被政府能够把他从人群中找出来的时候，他就完全没有安全感了。为什么？因为他打不过政府，没有个人能打过政府的。这是第2个，中共要在香港做的第2件事情。我讲的是肉体层面。第3，司法层面啊，司法层面就是，当然他就会利用香港的行政效率，利用香港的司法体系，利用香港的司法资源，包括人才、经验、联系等等，利用香港现有的司法基础设施，大规模的检控什么异端人士，就是要把这些人找出来。他不是有手段吗？把这些人找出来，检控他，关起来，干什么？恐吓社会上的其他的人，其实就是杀鸡儆猴，打屁股，所有人抓出来打屁股，就有点像那个谁，像那个朱元璋啊，打屁股。朱元璋是唯一一个把这个官员，把士族的人拉到大殿上，裤子脱掉打屁股的皇帝啊，这是一个非常坏的先例啊。这是第3，司法层面，司法层面这一块也是非常残酷的啊。第4，经济层面，经济层面当然已经在发生，其实去年以来，经济层面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就是中资企业开始挑大梁啊，开始收购这些基础设施啊，基础的服务，跟国计民生有关的东西全部给它买回来啊，买下来。中国在香港有4大中资机构，招商局、华润、光大、港中旅，这是在香港的4大中资机构，最大的4大中资机构啊。然后就是占领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占领资本市场，最终要占领资本市场。
输入大量的大陆人才，占领关键岗位啊，这在经济层面啊。第五，政治层面已经发生了，我就不说了。大概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我今天的题目就是中国大陆生长的罪恶开始在香港上演，这是今天的题目。你可以看啊，中共在大陆实行的这种统治啊，就是专制统治，他自己很骄傲，觉得很管用啊。习近平一直在讲啊，我们这个国家治理啊，国家治理是什么？其实讲的就是我讲的这件事情，就是对人民的控制术，或者叫育民术。他们觉得很成功啊，很成功。说啊，就香港人管不好，我们自己来管。他们正在，而且即将会发生我刚才讲的一系列的事情。这是什么？这就是罪恶。香港人将面对的是什么？香港人将面对是一个这样的局面，这样的一个局面啊。所以在这个局面之下，有些港人说啊，我还是喜欢香港，我还是想在香港生活。但是你要看完我这个节目之后，我就想问你，你还想在香港生活吗？这还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我很赞成这个哎呀，我嘴边上忘记另外一位这个自媒体的朋友说的，能走就走。对香港人来说，现在还能够走，你就走，能走就走。如果你不走，你就要面对我刚才讲的这一系列的后果，包括你的家庭，包括你的孩子，你愿意吗？所以把这件事情要想明白，一定要想明白，然后做一个理性的决定，好吗？ OK 我们今天的题目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啊，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啊！我等一下跟大家讲啊，请大家点赞，点赞对我们非常重要。今天非常多的5毛，对吗？我好像肖若元先生啊，我非常支持肖若元先生的看法，就是能走就走。说啊，我要走，我要离开香港，我没有很多钱怎么办？你在香港没有钱，你能活下去？你在其他地方没有钱，就活不下去啦，不可能的事情，好吗？所以不要讲这种话啊！被抓了走不了，那另外一回事。腿长在你身上，你走不了。那不走没问题啊！我当然不能勉强啊，这个就是能走就走啊。这个完全是自己要做一个理性的判断。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啊！我们非常需要点赞，因为我们昨天一口气被系统洗掉了2000订阅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从今天开始，每一位网友都要使劲的检查一下你们的订阅还在不在啊！所以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我们老网友检查自己的订阅在不在。昨天的情况是什么？我在后台看到的情况和前台大家看到的数据差2000，为什么？因为那个数据上去它不可能下来啊，结果这个我们后台看到的数据比这个大家在频道上看到的数据少了2000，就至少洗掉了2000订阅，肯定是不止的，因为我们每天至少有500-600的订阅，那么至少少了2000，结果应该是至少有2到3千洗掉的订阅，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检查一下，这平台我们叫洗粉，已经处于一个非常疯狂的状态了，所以大家千万要去检查一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然后大家一定要疯狂的给我点赞啊，让我们接触到更多的网友，反抗这些5毛啊，所以疯狂的点赞，请大家尽量的帮我点赞，这是第2。第3，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好吗？那么现在我就还会倒扣浏览量啊，倒扣浏览也会有的啊，
发生在我们这里的事情，你都想不到。我是不想说啊，我不愿意说，因为我不想做这个祥林嫂啊，我尽量的不说。但是有的时候又忍不住要说，因为实在是很气愤。为什么很气愤？就是一样的道理。你想一下，中共把个人从人群中抓出来去面对它。我们其实像我们自媒体，其实我们就直接面对平台，这是实力悬殊的对峙，这不公平吗？是吗？要不我们找个地方打一架，还公平一点嘛？是不是？你这个平台跟我对抗，这算什么？对吗？所以我非常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愤怒，我会忍不住说，但我其实是不想说这种事情，因为实在是太无聊啊。好，我们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三个情况、问题、观点，请大家尽量的不要聊天，好吗？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沟通效率提高一点，互动效率提高一点，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进入的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好吗？谢谢，明谢一下。归人111打卡因果，谢谢。Amy 王，谢谢支持王老师，把香港的情况告诉世界，我一定会做这件事情。贝拉瑞，谢谢。Lam4902，谢谢。觉得王 Sir 有点回避香港境内反美势力的议题。反美势力，我不知道什么叫反美势力的议题，你能具体的说一下吗？回避美国境内反美势力，美国境内反美势力有谁呀？告诉我一下行吗？我没有回避。那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我得做一个解释。第一，我来自香港，我在中国大陆成长，我关注的议题集中在中国上，以中国为中心的议题。为什么？因为这是我最熟悉、最了解的议题啊。那么，但是比如说香港议题其实也是我熟悉的领域，但是不是那么熟悉，因为我是跑中国线的记者，我从采访中国新闻开始做起。但是我生活在香港，你说我对香港了解，我是对香港是了解，但是我肯定没有跑港文线的记者熟悉，对吗？同样的道理，我们的报纸，我们的媒体也做国际新闻，也做美国新闻。我们原来的报纸每天有2个版的美国新闻，你说我熟悉吗？我当然熟悉，但是仍然没有我对中国大陆熟悉啊。所以我关注的议题一定是以中国为主，包括台湾，包括香港，我都有关心，包括美国，包括欧洲，包括澳大利亚，我都关注。但是你要知道，我就是一个人，我一天没有比大家多1个小时，1分钟，我也是24个小时，所以我的关注的点会以中国为主，但是任何和中国人有关的议题我都关注，这是我的重点，我在这里跟大家做交代，我不回避任何议题，但是有些议题我不会讲，为什么？因为我不熟，或者我不了解，除非我去做功课，做完功课以后我回来讲，可以没问题。但是你要知道，我经常被新闻追赶，媒体人都是被新闻追赶，他不是在追逐新闻。如果他在追逐新闻的这个媒体人，他还没有入门。入门的记者都是被新闻追赶，所以大家理解一下，我不回避任何议题，我对 Lam 解释一下啊。迪安娜，谢谢，好久没赶上直播了，但一直在看王老师的节目，基本一集不落，继续支持，谢谢。Yukiko， 谢谢，Yukiko 卡基塔，谢谢。Jack Free， 谢谢。Blue Cat， 谢谢。王老师辛苦了。7月1日，很多我以前的同事，包括港漂，一篇胜利的姿态，细声讲，大声笑，令人发指。试想想，未来这些背景的人慢慢成为香港主流，那会是一个怎样的景象？我觉得他们对形势过于乐观了。
如果他看完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他就不会笑了。为什么？他也是属于那些肉体之一样的，都是奴才，没有主子，主子在北京只有一个，其他都是奴才，都是一个个肉体而已。在他们眼里，这都是一个个肉体，包括这些人，他们自己想多了啊，他跟其他的人没有任何区别。他要是不听话，或者他一个不小心也会被强拆的。多少你去看一下，多少网上的多少小粉红，今天在这里大骂那些什么什么港独分子、台独分子啊，大骂这个西方国家，最后第二天就跑到网上来哭诉，他家房子被强拆了，他无数控诉，有小粉红放弃美国绿卡跑回国内去，结果怎么样？一样，就是其实这些人的下场和其他的人的下场没有区别，不会优待你一分钱啊。东野主人，谢谢啊。好，我们进入互动啊。观点，王老师这期节目非常好，对中共的系统工程了如指掌。那我真的是了解中共啊，我非常了解中共，我了解两个人，一个是习近平，一个是川普，我非常了解这两个人啊。观点，世界已经进入2020年，人们应该进入到一个越来越开明和自由民主的社会。但是如你所见，2018年这个居然被习皇帝强行修宪，此时的中国倒退至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帝国主义社会。原本就一党执政的中国，现在是终身皇帝制和一言堂所带来的独裁政府。想弄香港，直接一道命令，国安法加上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东厂锦衣卫，哎，这很准哎，国安署啊，东厂锦衣卫，有点像锦衣卫，通过残忍血腥镇压就迅速实现。如此一个视中国人民性命如草芥的党和政府，他还能活几年？观点，白宫目前的言行远不够，只靠议会出台法律在撑着，如此如何承担起灯塔国维护世界秩序的责任？川普的政治考量太利己了，非常失望，有点理解欧盟了。观点，香港人先把钱换成美元放在外国银行，这样下去有可能港币取消，然后换汇受挫，受控。提问，我和朋友讨论，我们一致认为土共虽然强大，但土共要维持这种级别的维稳，成本很高，这种高成本会使土共脆弱性凸显。目前的经济状况已经显示了脆弱性，这种基于脆弱性分析框架下，摧毁强大并不完全依赖另一个更强大的势力，而是依赖脆弱性这个隐形玩家。所以我和朋友们对未来抱有乐观期待。请问王老师，这种观点是否有道理？非常有道理，非常有道理啊！就是唐朝强大嘛，唐朝非常强大，唐朝强大到什么地步？唐朝强大到他都不用自己打仗啊，唐朝非常的强大。唐朝后来的一些史料记载，唐朝的那种一个国家的强大，封建社会现在我们说封建社会，其实一个国家最强大的地方体现在哪里？体现到宪政。宪是什么？宪是郡县的县，宪制的宪，就是它的宪政如果治理的非常的好，这个国家就非常强大。你就是都城建立的很厉害，但是底下一塌糊涂也没有用。就是唐朝建立的道路驿站非常的完备啊，非常的完美，所以唐朝是真的是非常强大的国家。但是唐朝最后让唐朝衰亡的是什么？其实是他自己什么？藩政。他很强大，他的藩政更强大。结果他的那么强大的藩政把自己给弄翻了，
就是一个这件事情。这位网友提出来的一个道理非常对啊，这是非常有看问题非常深刻啊。中共啊采取的这个非常强大的，你看似非常强大、非常完整的这种控制系统，对人民进行控制，它的效率非常高啊，效率很高，但是它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成本很高啊，很贵啊，因为它需要事无巨细，每个网络沟沟坎坎都得看到，你想想看，它成本多高？所以它维稳费用非常的高，维稳费用非常的高，意味着什么？你经济高速成长没问题啊，你有钱啊，能够拿出钱来。但你现在地方政府穷成这个样了，这个维稳系统就有问题，他自己就开始崩。为什么？因为他实在是太强了，越强越贵。你想一下，叫什么？那个做监控系统的叫什么海康威视，海康威视做成一个上市公司，你想那么大的上市公司，意味着什么？政府得送他多少钱，对吧？他政府呢挣多少钱才能养一个这么大的上市公司？所以可见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那这么高的成本，就是我们还讲最强大的堡垒，它的坍塌还是从内部开始，它只能从内部，从外部攻不进去，很难攻进去。内部攻破，内部攻破什么？这位网友说的非常对，它的成本就是它脆弱的环节。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啊。观点：土共是中国古代宫廷阴谋斗争，加上共产党、共产邪教以及中国底层农民的乡土陋习结合起来的产物，邪恶阴毒。当年的孙中山可是美国的医学博士，民国的文化也是良性的，共匪的文化是恶性的。OK， 好吧，非常对啊。王婶你好，已经听了半年。今天你谈到意识形态层面，说到了关键点，从6岁的小学生到毛智之人，近99年的洗脑 ，CCP 从教育层面、宣传层面、舆论层面，都是说他引导、他管理，这是极其强大的。还有2个方面的强大，我们留作以后讨论吧。感谢你的节目的陪伴，祝一切顺利开心，谢谢。观点：香港沦陷之后，中国式审美在香港社会到处可见，比如运动服、校服、丑形象、土味家居、奇葩建筑、非人街道、塑料设计、网红脸、伪古风、肥鱼广告、抖式快感、文化雾霾。实际上，这只是大陆的中国式审美的冰山一角。现实中，大陆远远比这更多，甚至数不胜数啊！情况：以前微信上的言论审查是不让你说任何不利于中共的话，现在变本加厉。昨天独立日，我在微信圈发个信息，今天是独立日，上帝祝福美国。国内的朋友没一个人回应，估计是被屏蔽了，可见他们是多么厉害，连独立2个字都不让提。就是这样的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抓什么呢？抓那些反抗的人。好，反抗的人抓完之后抓什么呢？抓不听话的人。不听话的人抓完之后抓什么呢？抓那个鼓掌不积极的人。鼓掌不积极的人，或者鼓掌不积极的人抓完之后再抓什么呢？抓赞美不够热情的人。赞美不够热情的人抓完之后再抓什么呢？抓没有痛哭流涕的人。就是你看朝鲜那些一看见金正恩痛哭流涕，那演的没那么激烈的人也要抓。就赞美不够热情、不够激烈、不够猛烈、不够极端的人全部抓光。所以你就看着朝鲜的事情就会在中国上演，就正在中国上演。所以有些人说中国是西朝鲜是有道理的啊，其实是蛮有道理的啊。
情况以前就讲完了。观点，很多香港人是没有办法走不了，他们没有什么文化，走不出去，有的接近退休年龄，离开香港在其他国家难以重新开始，这里的退休金又要放弃，这些人很是无奈。我是这么觉得啊，这个2点啊，第一点，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想办法，办法总是比问题多啊。但是首先有一个，就是你首先要明白你将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局面，首先这是所有一切的前提。很多人不明白，这是我们做今天这个节目的原因啊。大家一定要明白在香港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如果香港不发生这个事情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做这样的建议，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我没有一个强烈的意志去强加于人啊，这个不是没有强加于人的这个意志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要澄清，只是我觉得能走就走，好吗？情况，《世界日报》报道，香港教育局3日向中小学及幼儿园发通知，必须让学校各级人员和学生以及提醒他们遵守港版国安法，加强培养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OK， 情况，已经在招聘去香港帮助培训的历史老师了，教一套篡改的历史，以后香港的孩子要戴红领巾，地震了被抬出来要先进队里，会发生这件事情，很有可能会发生。就原来的童子军会被少先队取代啊。情况，以前国内30分钟的新闻，25分钟伪光正，5分钟世界各国灾难，这就是我们是好的，他们坏啊。用25分钟讲我们好，用5分钟讲他们坏。现在几乎30分钟都是唱衰其他国家，现在我们好没话讲，没什么题材，怎么办？那就30分钟只讲他们坏啊。情况，现在微博头条这种回复和点赞的小粉红都是监狱五毛和学校里的学生兼职评论员，是这样的。观点，现在小区物业都是共产党控制的基层工具，以前那种相对市场化的服务型的物业已经被他们找个理由说他们不好就给换掉了啊，就是已经把物业已经控制住了啊。观点，中共还会用地痞流氓去威胁法官、律师、校长、媒体人的家人，来改变整个香港的颜色。你客气了，不是地痞流氓，是黑社会，但是有组织的啊。中共用黑社会，第一，中共底子就是黑社会，中共是黑社会的底子，所以他们对黑社会非常的熟悉，也非常的了解，也非常的亲近。中国公安部有个部长叫陶四居，陶四居是王芳之后做的公安部长。他在香港回国之前讲过一句话，震撼全世界。他说黑社会也有爱国的，可见是什么？中共在香港的政策在回归之前就是一条团结爱港人士。陶四居泄露些天机，就是黑社会也是他们要团结的人。所以无论是香港回归，还是香港回归前，还是香港回归后，中共和香港的黑社会狼狈为奸，一直都是如此。所以黑社会香港回归之后，非常疯狂地表达他们的政治立场，就是我爱国，所以他们在香港活得很好，没有问题啊。情况，前面王老师说不少美国公司在作恶，我所在的美国公司，据同事说，我们的公司的产品有用在给新疆人做基因检测中。是的。观点，建议经济条件没那么好的港人可以来台湾，台湾的消费相对
台湾的消费相对香港来低，你可以存一点的资金就可以来台发展。非常好的建议，谢谢啊。情况你好，我是以前给你留过言的墙内高中生，这次期末考试的范文好多是拿习近平语录当论据，文章里还骂香港人是废青，之后要虽远必诛，我看了很生气，没有办法。这回自己的文章得了很高很高的分数，但老师并没有把我的文章登上范文，因为我的文章里狠狠地骂了文革，还说当下是在消灭所有不同的声音。中学生写文章这都不能写，他们是想让所有的人写八股吗？还好我大学就出国了，这回考托福还没有上110，求加油。好吧，你的作文写得好，恭喜你。作文请继续保持，然后希望你托福考个高分啊，加油啊，加油！支持王老师，王先生观点：中国自明清以来，统治者奉行诛心、攻心为上的统治策略。现在的国内教育、新闻和社交媒体都是攻心、诛心的工具。这不是简单的愚民策略，攻心的前提是预设对方不愚蠢，是理性经纪人，因为趋利避害而同流而合污。非常棒的观点。观点很久没有在王先生的直播留言了，想起了一个历史系列的策划语，很像香港现状。1864年太平天国陨落，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64年一种反传统的运动势力归于失败，49年另一种同样反传统的力量登上了执政舞台。中国从何处来，往何处去？每一年他们都在追问，1864年不是追问的开始，正如49年不是追问的结束一样。所有的转型都从推倒开始，以重建结束。如果所有转型都未能完成呢？那该推倒的早已经推倒，该重建的从未重建。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中共啊。提问：看了王老师节目后，才对民主与独裁制度有一些了解，想问一下，如泰国、缅甸、越南、印尼这种东南亚国家，或者中亚、沙特这些国家的制度都是民主制吗？他们怎么去平衡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独裁政体都是邪恶的吗？为什么除了中国、朝鲜，很少听到其他独裁国家跟西方民主的对立呢？我也查了很多资料，但是没有一个上面的结论，希望王老师解答。我不解答，为什么？你没有认真做资料。如果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搜索就能得到答案，你提这个问题有意图啊！我不答你，自己找答案去。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就像问那坨屎臭吗？我告诉你，自己去闻一下就知道臭不臭。观点：中国从来没有自由与法治，而自由与法治是基础，民主是自由与法治的衍生物。很多人光强调追求民主，完全是舍本求末，错，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啊！自由与法治如果没有民主的政治体制保证，所有的自由与法治是不可靠的。香港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理解吗？香港在回归之前，它有法治，它有自由，但是没有民主。为什么？因为后面有个民主制度，它的宗主国英国是君主立宪，所以这个国家不会作恶，所以香港的民主自由和法治能够保存的完好，它能繁荣昌盛。中共接管了香港之后香港回归中国主权回归之后，中共没有法治中共没有法治，中共也没有民主，中共什么都没有，中共就只有一样东西，独裁。所以现在香港的自由和法治保不住了，所以你的观点是错的。首先要保证有民主制度，那个法治跟自由才能可靠的存在下去，
没有民主的政治制度，所谓的法治跟自由都是不可靠的，都会最终被消灭掉的。秦广去年参加在美国举行的 AI 学术会议，里面做人脸识别的论文很多，但10个中间有9个是华人做的，来自中国大陆的机构占多数，还有不少来自香港、新加坡和澳洲的机构。情况因为王先生坚持发声，中文时政类 YouTube 的三观和能力都有所成长。谢谢。有这么大吗？提问：香港的公务员和各类专业人士是不是长久以来就已经被渗透，就跟国共内战时中华民国一样，从国防部高级将领到许多地方的警察局长都是地下党，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令人傻眼的举措？从特首到警队，这个换血是不是最近才开始，而是布局了几十年？我有朋友在香港中环或者是在学术界工作，也是说中方很明显在对金融界和学术界进行换血，一种移民实边，是这样啊。其实中共是地下党出身啊，他一直在把地下党的传统保留下来，他在对全世界进行渗透啊。那么地下党出身，黑社会的底子啊，所以这2件事情他非常的熟悉，也非常的熟练。他干的事情有一大部分是跟这2件事情有关系啊。情况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因为批评办案警察为黑警，一江西退休法官被判有期徒刑2年半，这可能就是香港警察的未来吧。情况我是做建筑声学的。话筒造成混响的感受极可能是室内吸音系数过低造成的，通过在墙壁上挂各种多孔材料布置家居可以改善。另外话筒不要对着硬墙壁。 OK， 好的，今天还好吧？今天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吧。我已经买了挂毯我买了挂毯，我们准备在后面挂上我们的挂毯，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应该会好一点。然后我已经买了一些吸音材料，不过都在路上啊，大家耐心等待一下。不过我现在在房间里已经堆满了东西，好像效果还可以啊。观点：中华文明就是淘汰掉的文明，就是被淘汰掉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在进化史中胜出的文明，如果是物种，早就被灭。情况：香港中央图书馆的政治类、历史类和传记类书架已经面目全非，大量的留白空间看起来触目惊心。对比谴责国安法和支持国安法的国家名单，揭示了香港正在发生的事件本质。文明与野蛮之战，也对香港人顽强抗争的原因做出了最好的诠释。曾经和这些文明国家一起沐浴在普世价值的光辉中，如何能忍受落草为寇，与这般宵小为伍？非常好的文字，写得很好，很对。观点：我觉得王老师可能对川普有误判。好吧，同意你的观点，我对他有误判。提问：王老师好，几十年来中共执政合法性就是持续改善人民生活，做不到这一点就丧失了合法性，这事儿就过不去。那么朝鲜既没有投票授权，人民生活也没有改善，金家执政几十年的合法性在哪里呢？因为中国输血吗？你是在提问吗？如果你是在提问的话，你的问题是什么？我没看到啊。观点：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相继通过香港自治法案，此法案将清空以习魔为首的中共贪官和香港高官海外存款面临清空。法案制裁分为2级，对破坏香港自治与自由的中国大陆和香港官员实行一级制裁，对于所有与之有义务往来的金融机构施加2级制裁，违反制裁令者最高判刑20年和罚款100万美元。对于相关个人的制裁
与之实施的过程并无差别，冻结其在美财资产，禁止本人及亲属赴美。这一类制裁会扩大到美国盟邦区域。OK， 情况我多年前去香港就见过土共请国内的人去支持游行。我坐车回国内时见一大班台山的人中旅车返去，眼见那些人在等车的地方将原本红衣服换回普通衣服，据说2天1夜包食住。 OK， 观点：1949年上海沦陷，有远见的上海人放弃了商店、工厂和一切，只带随身物品逃来香港。1975年西贡沦陷，有远见的越南人也放弃了商店、生意和一切，只带随身物品和少量黄金逃离越南。连根拔起的大逃亡是需要极大勇气的。现在香港情况逐渐恶化，香港人如要离开，就需要勇气，也需要下大决心。呜呼，是这样，非常对。故土难离啊，这个完全理解啊，但是大家还是要对可能面临的这个局面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认识啊。情况，香港前几年有本片子叫《10年》，最终获得金像奖，当年所有的大陆媒体都屏蔽了这个。这片子好几个短片组成，其中有一个短片讲的就是10年后的香港，小学生戴红领巾，每天起来唱国歌。情况，社区网格化不断在城市，还深入农村。老家农村，我们村一个唐叔叔就是信息员，可以理解为官方间谍。信息员提供各种信息给基层政府。以殡葬为例，最近老家推行土葬，为了彻底杜绝农村土葬的习俗，农村一旦有人去世，信息员第一时间上报信息，然后全程参与安葬过程，每提供一户去世信息并跟踪全程，村委会给信息员提供800元钱。观点：谢谢王老师把国内的高压管制的种种罪行讲得那么清楚，很多都是我们能够感知到，但是没有那么系统的分析。OK， 好，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鸣谢一下曾明奇，谢谢。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服务专线号码27003199，提供给有意愿的香港朋友啊，这是有用的啊。李世宏，谢谢。邱金，谢谢。姥姥王，谢谢。代表好友 Vicky 曹为我们深爱的香港祈祷，谢谢。阮光能，谢谢。归人111，谢谢。我是在重复吗？抖音上有新闻说100多万人香港人反对美国干涉，这100万人什么情况？是卧底吗？有可能是有的，有可能是有的啊！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中共在香港没有安排，中共香港安排100万人是有的啊。月圆天心，谢谢。归人111，谢谢。我怀疑那100万人是中共的人。Lam 4902，谢谢。杨俊哲，谢谢。支持王老师，许久没来请喝咖啡。最近江浙两地的房价又被炒起来，而且明确有政府背后的言论支持，隐隐约约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想起王老师之前的观点，在某一时间段，中国的汇率会突然暴跌，一步跌到位，把国内的韭菜和资本割一遍。iPad， 谢谢。王先生真是高手，美系辛苦，恭贺王先生乔迁之喜，谢谢。Patrick 长，谢谢。夏永梅，谢谢。最近我代购生意暴跌，不知道是不是国内的人没钱了，还是支持王先生一下，谢谢你，小心一点。叶征，谢谢。我半年前还是小粉红，感谢太太推荐了王老师的节目，受益匪浅，现在彻底反省了自己被洗脑的结果，我也删除了国内的 APP， 谢谢。微信也剩下了几个家人，一杯咖啡聊表心意，谢谢。于滋滋滋，谢谢。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请大家记得检查你的订阅还在不在，洗粉非常疯狂，然后分享我们的视频，谢谢大家，谢谢。